好，大家好，我是王淼，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这期的主角，当，华为刚发布的 Mate X2 典藏版啊，我觉得这台手机可能会具有一些特殊意义因为它搭载的是麒麟9000的5G 芯片，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我们开箱的最后一台麒麟9000 5G 芯片的新机了。博人体验小白测评，大家开始。大红色的一个盒子 ，Mate X2 典藏版啊，一如既往非常精致的一个盒子。配件方面，有线的耳机啊，这年头确实比较少了啊。然后充电器66瓦的。这台典藏版的 X2 呢，首先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外壳的这个材质啊，我们也有之前的这个标准版啊，它是一个静电玻璃，不过这次改成了超薄素皮。这个素皮你摸上去的第一感觉就是，并没有因为它是素皮而增加它的厚度，所以说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即便是折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光面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超薄素皮的功劳，而且整个这个切割纹理各方面吧都非常的精致啊，毕竟是1万多块钱吧。这次有3个颜色，我们手里的这个是瑞红啊，黑白还各有一个颜色。这个红色怎么讲呢？我个人感觉啊，它非常有中国红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这个亮度呢调得非常的低啊，就是有点暗红色那个感觉，并不是特别明亮、特别闪眼的那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低调的这个红色。ID 上面除了换装素皮之后呢，其他各个方面跟之前的这个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期体验视频啊，非常详细。然后重量方面也没改，也是295克。然后正面这块玻璃也换了啊，换上了一个纳米微晶玻璃。还有一个就是内存的升级啊，这个典藏版呢都是12加上512G 的。这算是硬件方面3个改变。不过这次在软件方面更新的地方还不少，因为之前我们体验 X2 的时候，它还是 EMUI 呢，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它现在已经换成了鸿蒙。第一个想聊的就是平行世界的进化版。其实这个功能之前在华为的 Pad 上面呢，大家也见过，就是中间它给你加入了一个小的锁扣啊，比如说现在这个锁扣是锁着的啊，你这样点开就是普通的这个平行世界啊，点开然后图片播放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把这个锁扣如果解开啊，现在是没有的状态，它相当于是给你变成了2个软件了。你这边是该操作你的，然后这边你该操作你的也操作你的，你可以直接用。如果你现在再锁上，它又恢复了平行世界。我们刚才体验的是这个今日头条，我们再打开这个微博，目前它就不支持，也就是上面它就没有这个小锁扣，需要后续持续的软件推进。在分屏这个功能上，鸿蒙 2.0 也要支持的更加完善，比如说支持了快捷直观的拖拽分享文件啊、链接等等。假如你在和女朋友聊天啊，问你今天晚上约哪个餐厅啊，打开分屏找到餐厅，直接拖拽一步分享。而如果要是通过自带的这个分享，那需要1步、2步、3步、4步，这个确实更加快捷一些。这个操作外屏也能使用，折叠锁屏之后也无需重新设置分屏，开合之间依旧有序啊。毕竟你作为一款折叠屏的旗舰，除了尽量抚平折痕之余，也需要抚平内外屏的体验差距。这次它还新增了一个快捷操作，就是向上滑动并且拖拽应用就可以快捷开启分屏或者浮窗啊，让这体验更加直接一些，并且它是支持双浮窗的使用向上滑动挂起或者点击缩小进入悬浮球模式如果外加分屏最多你可以同时操作4个应用多出来的浮窗呢会被收纳，点击悬浮球就可以快捷打开之前的浮窗。不过就是进入浮窗的模式稍显复杂了一些，如果支持贴边自动进入悬浮球感觉会更好一些。目前许多应用也支持了通过浮窗多任务使用比如说 WPS 备忘录等等，可以通过侧滑快捷呼出浮窗，然后再呼出一个多窗口的方式，也方便你对比文档整理资料。如果出差没有电脑的情况下，这个硬个机还是 OK 的。屏幕做大这件事情其实不难，但是软件适配跟平板一样也是非常重要。华为表示 Top 200的应用已经实现了100%适配Top 1000也有95%的适配率。1000那么多确实用不到根据日常的情况，我是下载了60款应用整整铺满了2个屏幕结果就是还真的都适配了。这块屏幕上可以直接满屏使用。除了某些应用它还不支持平行世界看起来有点像老年版之外其他是没啥问题。总体而言，在折叠屏手机这个品类里边在应用的大屏适配、内外屏的体验统一性上 ，Mate X2 相对来说确实已经做得足够多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价格反正之前是17000多不知道这台会不会再贵一点。对于折叠屏手机，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折痕问题，我们这是新机这个看起来
几乎是没什么折痕的，看着还是非常漂亮的。外屏呢是90赫兹的 OLED， 然后内屏呢是8寸的，打开之后啊，这个也是90赫兹的 OLED。电池方面，4500毫安时的电池。其实之前 Mate X2 发布之后啊，我是用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变成了我的主力机。其实基本上你都是在用外屏处理信息，这个大屏基本上是回到家这个比较闲的时候，躺在沙发上是吧？或者说出差在路上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然后才打开大屏。所以综合续航上，使用起来还算是 OK。当然，如果你要是习惯打开大屏，老是这么使，那肯定是不够的啊。镜头方面跟之前标准版的也是没什么改变。这次的典藏版升级呢确实不多啊，主要呢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软件升级版本吧。不过从这1年都快过去了啊，在折叠屏，如果你真的想买一个折叠屏的手机，想真正的把它当成主力机好好用一下的话，我们纵观目前的折叠屏市场，其实也有好几台了啊。可能吧，不能说绝对啊。这个 Mate X2 应该是最好用的折叠屏手机，起码在我体验下来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多折叠屏手机里边，我愿意把 Mate X2 做成我的主力机来去使用一下，哪怕是尝试一下，也就只有 Mate X2。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它这块外屏，它首先保证了你一个正常手机下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验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在你需要大屏的时候，我再展开屏幕。其实之前在我们折叠屏专题中跟大家讲过，人们始终都在追求同屏下更高的显示效率和显示密度的。那么只有把屏幕变大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过一些假想的或者说渲染的一些手机啊，就是投影，那个其实就是变相的扩大了它的屏幕，然后增加了它的显示效率，增加了同屏下的显示密度。折叠屏在现在来说就是一种大家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种扩大你显示效率、增加显示密度的一种方式。当然，对于折叠屏这种形式来说，很多人依旧认为这个只是噱头，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未来手机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啊。这种是下一代未来手机形态，起码我们能看得见的一种形式，它可能还没有成为主流呢，但是我们能看得见。很多厂商在去努力的探索，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华为的折叠屏同比是增长了200%。OK， 回到开头，这台手机别忘了，它是华为的麒麟9000 5G 手机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之前的型号的一个变种版本。我觉得可能在政策方面它可以是一个5G 手机，但是假如后面的型号发布，比如说 Mate 50系列，那肯定就5G 不了了。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我要的不多，2万就可以了。更多认为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